双手是一波又一波的海浪，再加上老一辈的智慧，大自然的力量太强大了，代表思念大海或原来的家乡。在墨西哥市旅游的时候，特别在网上找了一个教授墨西哥面包的课程。上课的地方虽然离民宿还有一点距离，还是立刻报名了隔天的课程。这是星期六早上8点的街景，烘焙教室在顶楼，非常温馨舒适。参与课程的学员除了我和王先，还有另外一对也是从美国来的夫妻。讲者是一位非常年轻有热情的烘焙者，另外一对夫妻因为先生非常喜欢墨西哥面包，所以太太也来学习，回美国以后可以在自己家里做。王太告诉他们，我们 YouTube 的频道也分享了频道中我做过的菠萝面包和墨西哥面包。500克面粉中间挖洞，6.5克的盐倒进洞里，把盐埋在下面以后，放入3颗鸡蛋。刚刚也做了酵母溶液，先确定酵母是在活跃的状态再使用。这个溶液是100克的牛奶、10克的糖、50克的水和7.5克的酵母所组成的，再加上35克糖，把所有材料混拌成团。建议先用最简单的厨房工具叉子，搅拌到水分大部分都已经被面粉吸收以后，再倒在工作台上揉面。揉面的手法很有意思，一开始先叠面，再揉面，想象是双手是一波又一波的海浪，把空气揉进去。讲者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，他说面团像是一个气球，把气球吹大之前，要先拉伸一下，再吹气。现在揉面的过程就是一边拉伸，一边吹气。分批揉进150克的奶油。我们有好几只手可以揉面，一点都不累。这中间讲者还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，因为糖会融化，所以把糖归为湿性材料。在这过程当中，如果讲者觉得面太干的时候，就会从剩下的糖倒一点出来，当作液体，揉着揉着，整个光滑面就出来了。同时也看到面团上有些气孔，表示正在发酵。这时候讲者告诉我们，英文里的玻璃窗片，西班牙文是女性的内裤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中文叫做手套膜，虽然不同的名字，但意思都到位了。接下来可以把面团放进一个干净的盆子，盆子里抹上一点油，让它长大到2倍大。讲者非常聪明，事先另外准备了一个面团，可以马上完成下面的步骤。小心把面团倒出来，切割成81到83克的小面团，大约可以分成13份。把每份面团的边往中间折叠， as if we were making a dumpling, okay? All cracks until we don't have any crack. 翻过来，收口向下，可以单手或双手
帮助面团在桌面转一转，成一个光滑的圆面团。Para bailar, there is a place that is called Mama Rumba, traditional and more local, but it's. Would you like to? Oh, sure. 就把面团放在烤盘上，盖上保鲜膜，2次发酵，让面团长大。在这里不用发酵箱，用大自然的力量，再加上老一辈的智慧，太有趣了。现在开始做酥皮外壳，62克中筋面粉，62克糖粉，5克香草精，最后加上62克的猪油，真的很特别。另外一份面团，则是同等分量的面粉、糖粉、香草精、猪油，再加上9克的巧克力粉，就有2种口味的酥皮啦。I will tell you why. Because Okay. because if you melt it, you see now it's not full. 香草口味的酥皮大约32克一份，巧克力的酥皮则是28克一份。把切好的面团放在掌心揉圆。大自然的力量太强大了。做完酥皮的时候，2次发酵也差不多了。因为我们一直聊天，时间有点耽误，所以讲者说，如果有时间，可以再多20分钟，应该会更好。工作台上放1大匙面粉，抓一点放在手掌中心，慢慢地将酥皮面团拍平。讲者不建议用压的，因为会产生裂痕。还有这种手法也是在做传统墨西哥玉米饼会用到的技巧。人多好做事，一下子就把酥皮都做好，盖在面团的表面。接下来就是画酥皮。这个面包的西班牙文叫做 conchas， 原本的意思是贝壳。当时法国面包师傅做给漂洋过海来的船员吃的，代表思念大海或原来的家乡。墨西哥本来是吃玉米的，但是经过西班牙的殖民，并且西班牙带进来了面粉和糖，也经过短暂的法国统治，所以法国烘焙师把精致烘焙的手艺带进来，在面粉当中加入了大量的糖，看看能不能让墨西哥人改变心意，从吃玉米面到吃小麦面粉。终究墨西哥人还是保留了一点自己的特色，猪油在这最后的酥皮上面。做完造型以后，送进预热到华氏350度、摄氏175度的烤箱，先烤11分钟。Doing something, yeah, we have to. 再把烤盘上下调动，转个方向，再烤8分钟。Oh yeah. A lot. That's correct. 烤箱在楼下，所以讲者拼命的要把香气赶到顶楼，让大家享受这现烤面包的香味。Yeah, which 时间到，面包总算烤好了。 it's a process. 虽然没有刷上一层蛋液，还是好美呀！讲者非常用心，还帮大家现煮了咖啡，来搭配这美丽又带着很多历史的面包。太谢谢这个热情又专业的 Elizabeth， 我把她的课程分享在下面的说明处。如果你也到墨西哥市旅行，
不妨来上一堂课，真的会让心情非常美好。他还分享了附近很热门的面包店， Eventually, 美国夫妻已经去过了，我们还没造访。所以上完面包课以后，我和王先就散步，顺便拜访一下。果真人山人海，宛如一个热门的观光景点。我也排了队，买了2个面包，兴高采烈地回家，心情真是开心得不得了。